其實當冇人知道未來嘅時候，又點樣可以對一隻貓作出承諾呢？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正如我哋多次提過，只要你真心愛佢，盡你所能俾佢過最好嘅生活就已經足夠。但當中必須包括你要好小心、理智咁幫佢哋做好每一個選擇同決定。因為喺生活中，兩個唔同嘅物種住埋喺同一間屋度，確實有唔少潛在危機。而貓好多時會反應過度，將小問題變成大問題，而主人有可能冇留意到，又或者唔記得咗，最後可能要使好多錢去睇獸醫，甚至嚴重影響埋佢哋之間嘅感情。今集我哋就嚟傾下，從細眉細眼嘅生活小事入手，提醒大家最好謹慎處理，避免造成無可挽回嘅傷害。記住睇到最後。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接落嚟，我哋會傾下貓嘅家居安全有咩要注意，同埋喺佢哋情緒上有邊啲係地雷位。不過要留意返，唔一定會喺每一隻貓身上都發生，始終要睇返佢哋嘅性格同成長環境嚟斷定。家居毒物隱患。二手煙對人有幾傷害就唔使多講。但對一隻貓嘅肺部容量，空氣中嘅毒素對佢哋嚟講就變相10倍傷害。無論係傳統香煙、電子煙，入面都含有尼古丁、丙二醇等有害物質，即使只係吸入微量，都可能引致呼吸系統病變，甚至肺癌。就算你冇直接喺佢哋面前噴煙，但氣霧依然有機會將啲毒素黐咗喺佢哋嘅毛髮上面。到佢哋自己清潔舔毛嘅時候，又會食返落肚，一樣咁危險。有養貓嘅你會知道，屋企嘅所有物品都係屬於佢哋嘅，包括埋你瞓覺嗰個枕頭。而當你用呢類型防脫髮或者生髮用品嘅時候，只要一有少少殘留喺枕頭度，俾你隻貓一舔到，就有可能引致中毒，甚至死亡。而且有唔少貓通常會舔主人嘅皮膚、毛髮、頭皮，所以你用過咩產品、外用藥物，就幾乎等同佢哋有份食埋。首先要理解，貓並唔係咁容易將食錯嘅嘢嘔翻出嚟，因為佢哋條脷嘅設計係布滿倒鈎，啲嘢一放入口，佢哋就差唔多一定會吞落肚嘅。而對於啲但凡細細件嘅物品，都可能好想試下去咬，甚至乎你平時返到屋企，購物袋上面唔為意留低嘅橡筋、幼繩、包裝絲帶等等，對佢哋嚟講都非常吸引。就好似最多貓會中意偷走嘅 AirPod 咁，當你以為佢哋一定唔會吞到落肚，但你就估唔到，佢哋就係偷偷咁收埋，唔知喺邊個角落，然後將佢咬爛分屍咁吞晒落肚。如果唔好彩近親，又或者塞住條腸，就要開刀先攞得翻出嚟噶啦。所有塑膠製品，包括膠袋，甚至乎用完嘅安全套、理甩咗嘅 gel 夾，如果唔小心俾貓發現到，有啲貓佢哋就會當玩具咁玩，雖然未必覺得真係好味，但玩玩下就好容易吞埋落肚。有時連垃圾桶都唔可以攝啲膠袋邊出嚟噶，因為一唔小心吞咗落肚，啲膠係唔會分解噶。貓好中意扯爛嘢同咬碎啲紙，特別係廁紙，佢哋覺得好好玩，又可以放鬆下。普通嘅紙可能比較容易消化，但對於啲好似有層膠、特別處理過嘅紙，例如係墊住麵包、蛋撻底嗰張薄紙咁，萬一俾隻貓唔小心吞咗落肚，會好容易啃親，又或者搞到個胃好唔舒服。除咗廚房啲刀叉碗碟要小心擺放之外，
煮嘢食嘅時候，啲熱油、香料彈嚟彈去，特別係好辣嘅氣味，其實都有機會刺激到貓嘅皮膚同呼吸系統。為咗保護你隻貓唔受影響，最好閂埋廚房道門，又或者加翻個圍欄，禁止佢哋入去啊！記得要開埋抽油煙機，打開啲窗，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對於啲朝早冇咖啡就冇精神返工嘅你嚟講，千祈唔好將沖好嘅咖啡擺低就咁行咗去。有啲貓真係會同你一樣，好鍾意咖啡嘅氣味，佢哋可能會好好奇去舔，甚至乎飲埋落肚。而咖啡因對貓嚟講係會中毒嘅，好少劑量都足以導致心跳加速、呼吸困難，甚至死亡。大部分精油同空氣清新劑對貓嚟講都好可能致命，無論你係用嚟查身，定淨係想間屋香啲，令個人放鬆下咁，但對貓嚟講可能都好危險，因為大部分香味無論出自係天然定加工，對貓嘅呼吸系統同肝臟都有損害，佢哋可能會因為吸入或者唔小心舔到少少都會中毒。喺你俾新玩具隻貓自己玩之前，最好先睇下佢係點樣玩法。如果佢玩咗幾下就即刻咬住唔放，好似想將成件玩具拆散咁，勸你最好唔好再俾佢玩，抌咗佢就算啦。特別係有羽毛或者有啲細細粒配件嘅玩具，是但一樣唔小心吞咗落肚，一樣會容易啃親，又或者塞住條腸。嚴重嘅話，又係要開刀攞返出嚟。正如我哋之前嘅集數多次提過，有啲貓真係好鍾意聞你，甚至乎舔你嘅腋下㗎。如果你當日啱啱着咗件冇袖嘅衫，你隻貓好大機會聞到，或者舔埋你踩上面嘅止汗劑。所以你一定要喺呢方面保持警惕。家居意外危機，要特別小心懸掛喺百葉簾同窗簾杆上面嘅繩，一定要將佢哋收好啊，唔好俾佢哋垂落嚟。因為如果啲貓貪玩起上嚟，好容易俾條繩戳住條頸，搞到自己窒息致死。除咗將呢啲繩全部收好之外，都可以考慮盡量收短佢，預防意外發生。雖然未必大部分貓都會亂咬電線，但對於啲特別好奇又唔識死嘅貓嚟講，佢哋就可能一錯再錯，俾電電親都唔識保護自己㗎。如果你屋企隻貓真係對電線情有獨鍾咁，為咗安全起見，可以用電線保護套包好啲電線，同埋將需要叉電嘅物品放晒喺佢哋入唔到嘅房度。如果你俾得隻貓入得廁所、浴室嘅話，除咗收好晒入邊嘅清潔護理用品之外，當你唔喺屋企留低隻貓自己一個嘅時候，記得要冚埋座廁個蓋啊！因為啲貓可能會因為好奇跳上廁板邊，睇下睇下，可能唔小心就跌咗落去。特別係貓仔，又或者當佢哋想飲水嘅時候，就好易發生意外。貓好鍾意捐窿捐罅嘅，特別係洗衣機同乾衣機，因為裏面黑得嚟又暖粒粒，啱晒佢哋入去匿埋。而且好多時，當你唔為意，佢哋可能就一個閃身爬咗入去。所以平日你一定要留神，喺每次開洗衣機或者乾衣機之前，記得要檢查清楚隻貓究竟有冇匿埋喺入面啊！燙完衫嘅時候，記得要即刻收好，唔好隨意行開就咁擺低隻貓會掂到嘅地方啊！因為有啲貓可能會因為好奇去玩下電線，唔小心會將成個熨斗拉跌落嚟，又或者會伸隻手去搞下個蒸汽噴頭，結果辣傷自己。
有手抽位嘅膠袋，除咗帶嚟生活上嘅方便，但原來對貓都可以構成生命危險。因為貪玩又好奇嘅佢哋，有時可能玩起上嚟，成個頭棘住咗喺個手抽位度。建議用完嘅膠袋最好即刻收好，同埋唔好就咁掛喺啲櫃邊啊。貓對火同溫度嘅感覺唔似人類咁敏感㗎。如果你廚房用緊明火煮嘢食嘅時候，佢哋有可能會因為好奇直接跳上個爐頭或者櫃台，甚至大膽到會將個頭伸埋過去。所以但凡有火或者有高溫危險嘅嘢，即使你只係想簡單點支蠟燭，食個浪漫晚餐都好，都唔能夠保證佢哋一定唔會突然跳上嚟。所以最好閂埋廚房門，又或者加個圍欄，禁止佢哋入去啊。記得要揾個安全嘅地方，收好晒你嘅鎖匙同眼鏡啊。有啲貓可能好鍾意偷嘢嚟玩，慣咗周圍攞啲細細件嘅嘢搬嚟搬去。無論佢係留返嚟自用，定係想阻止你出街都好，建議都係放喺佢開唔到嘅櫃桶最安全。唔怕一萬，最怕萬一。最緊要係確保唔好將任何好重、易碎又或者好貴重嘅嘢隨便擺喺啲俾貓容易推跌嘅地方。如果本身體積比較大，又唔係好穩陣嘅話，例如大電視又或者層架咁，建議最好將佢固定釘實喺牆上，咁就冇咁驚隻貓跳嚟跳去啦。情緒地雷風險。同貓講嘢嘅時候，你用咩語氣同肢體語言其實好重要。平時唔好用太尖、太高音嘅聲線，會令佢哋覺得好唔舒服。盡量使用較低音，就好似佢哋平時發出嘅咕嚕聲咁，可以令貓保持平靜同感覺安全。如果當你要讚賞佢哋，不妨可以用較高音嘅聲線，但表示歉意就最好用低音嘅聲線。至於大聲鬧，又或者好惡咁去指責錯誤或者教訓，對佢哋嚟講，除咗覺得有威脅，可能會怕咗你，又或者發動攻擊嚟保護自己之外，而問題係佢哋未必明白自己做錯。一般家庭嘅屋企面積有限，主人唔小心踩到自己隻貓係經常發生嘅事。呢個行為可能會令到啲火氣十足嘅貓即時還擊，所以當你有一日唔小心踩到佢哋嘅時候，記住即刻要好誠懇咁講對唔住啊，俾佢哋一個機會去學習同原諒你嘅過程。如果你隻貓真係因為咁驚到匿埋幾日，你可以試下用零食氹佢哋出嚟，又或者俾啲時間等佢處理翻好個情緒啦。留意你坐喺地下同佢哋溝通嘅效果會好好多㗎，起碼覺得冇你企喺度大大隻咁得人驚。有好多時你可能只係同你嘅伴侶喺度玩下，鬥搶電視 remote， 又或者互相支下對方咁。但如果其中一方發出尖叫或者比較粗魯嘅聲音，貓可能唔識分你哋係玩定係真係爭執。有時因為想保護某個人，可能會突然主動攻擊佢哋認為嘅施襲者。留意俾貓爪親或者咬傷可能會好嚴重，佢哋嘅口腔入邊有好多細菌，會引起組織感染。如果唔及時處理，可能會導致血液中毒或者敗血症。貓雖然比狗獨立，但佢哋都會觀察你嘅行為，作出心理準備。如果你每次出門嘅時候，可以同佢哋交代講聲你幾點會返，又或者講埋點解要特別遲返嘅理由，等佢哋習慣並且學習你嘅意思，有助建立良好嘅關係。如果屋企有幾隻貓，可以同地位最高嘅講：嗱，你係負責人啦，呢段時間幫我睇住屋企啦。不過最好培養成為每日嘅習慣。
如果突然做下唔做，佢哋有可能會覺得你乜咁冇交代，而突然唔肯睬你㗎。朝早起身或者放工返到屋企嘅時候，其實唔一定要立即餵貓，呢種模式只會訓練佢哋喺嗰段時間向你要食物，但實際上令你錯過咗同佢哋嘅互動。另外，如果你習慣一起身就餵貓，有啲貓會故意越嚟越早叫醒你㗎，又或者一聽到鎖匙開門聲就不斷催你餵食，長遠落去會搞到你好大壓力，甚至影響休息。建立一個固定嘅餵食時間表啦，但唔好同你嘅日常作息完全掛鈎。當你長時間對住電話、電腦，無論係因為做嘢定係個人娛樂，只要冷落咗你隻貓，佢哋都可能用各式各樣嘅方式攞你關注，包括突然咬你隻手、打爛你啲嘢，或者直接跳上電腦台嚟搞住你。最好記得定時 save 低你做嘅嘢啊！你可以試下喺電腦旁邊放個貓床，等佢哋可以喺嗰度睇住你做嘢咯。又或者揾啲可以互動嘅玩具俾佢哋玩，同埋你都可以好友善同佢哋解釋下你做緊啲咩啊！有時貓都會好識體諒人噶。貓有啲時候冇錯會因為佢哋嘅需求得唔到滿足而向你大發脾氣，例如你唔記得換貓砂、遲咗餵食等等。但係如果你隻貓突然變得好有攻擊性，體重下降，又或者成日大聲尖叫，做埋啲破壞性嘅行為，咁有可能唔單純係發脾氣咁簡單，而係佢哋身體可能有事嘅警號，例如甲亢、牙痛，又或者泌尿道感染等等。最好都係盡快帶佢哋去睇醫生檢查清楚。為咗你嘅心靈平靜同埋保持皮膚完整，確保你隻貓唔會喺半夜攻擊你、咬你嘅腳趾，最好方法就係臨瞓前預留時間陪佢哋玩啦，消耗佢哋多餘嘅精力。養成每晚陪佢哋玩嘅習慣，其實對關係發展好重要㗎。但如果你成日為咗工作又或者去玩而夜返，繼而取消埋同佢哋玩嘅時間，會令到佢哋覺得自己嘅娛樂被剝削而累積不滿。同時，千祈唔好拎你隻手、手指同腳趾嚟當係玩具啊！即使佢哋可能仲係貓仔，冇咩牙力，但一旦習慣咗，到佢哋長大嘅時候就好難改到㗎。到時一咬你就好易受傷。如果你啱啱去過餵貓，又或者幫襯完貓咖啡，返到屋企嘅時候，你隻貓對你發出咆哮、嘶嘶聲，甚至攻擊你，都其實好正常。因為對佢哋嚟講，你嘅行為就等同背叛咗你哋之間嘅關係咁滯。當涉及到地盤威脅，你隻貓嘅憤怒可能係你前所未見。所以如果有日你因為唔忍心喺街救咗一隻好可憐嘅貓仔返屋企，你就要有定心理準備，面對屋企隻貓嘅激烈反應。有啲主人會好鍾意扮死或者扮抽筋嚟嚇自己隻貓，覺得睇到佢哋嘅反應好得意。但俾貓見到呢啲嘅情況，有時會以為係真，好擔心你出事㗎。點知最後見到你突然彈返起身，仲指住佢哋嚟大笑，佢哋可能會嬲到立即攻擊你，甚至嘗試咬你隻手。自此之後，甚至對你產生憎恨。留意任何玩弄或者恥笑嘅行為，都好傷害佢哋嘅自尊心㗎。最後，雖然我哋都知俾貓盡量做佢哋想做嘅嘢，會令佢哋嘅壓力最少，但喺另一方面，呢個同我哋一定要做好嘅防貓措施嚟保護佢哋嘅安全，其實係完全冇衝突嘅。特別係有唔少貓都可能鍾意接觸埋啲我哋諗都諗唔到嘅物品或者物料，甚至做埋啲同我哋預期完全唔同嘅行為。但有樣嘢可以肯定嘅係，
就係貓唔會服從任何權威，佢哋需要喺適當嘅時候獲得你嘅關注同尊重。即使匿埋喺一間細細嘅屋入邊，同你一齊度過佢哋短暫嘅一生，都可以成為一隻快樂嘅貓。睇到呢度，你同屋企隻貓平時相處又有冇啲特別心得或者秘技呢？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按讚同多啲向身邊中意貓貓嘅人分享。多謝你睇到最後。